这不是我腌韭菜，也不是割韭菜，我要通过这个韭菜讲明白烂根的一个重大因素。那么这2盆韭菜，一个是咸盐的，一个是没加咸盐的啊。咱们给这个盐给它冲洗冲洗啊，咱们观察一下这个韭菜的状态。左边是咸盐泡的，右边是没泡过的啊。把它这个韭菜比喻成你家这个根系，托盘里边有水分，这个水分哪来的？韭菜里边的细胞里边的水分啊。这个托盘里没有水分，哎，韭菜还是干爽的，是吧？这个就是你家植物烂根的其中一个原因。韭菜里边的水为啥能跑到托盘里啊？这里边为啥跑不过去？就是因为盐的浓度比较高，它的这个浓度高啊，植物细胞里边浓度低，那么细胞里边的水就跑到这里边来了，跑到盐里边来了。如果说韭菜是你家这个植物的根儿，这个盐是你家的土壤，是不是？植物烂根了，植物根系有问题了，是不是说明了你家土壤当中这个溶液里边盐含量过高？啊，并不是咸盐啊，盐是EC。那么这个土壤当中的盐是哪来的？是自来水里带的吗？不是啊，就是咱们平时加的这个无机盐肥料，浇水以后，在土壤当中长时间累积造成的土壤盐含量过高。那么长期积累的话，就造成土壤当中的盐含量上升。它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根系里边的水分，哎，就像那个蝴蝶兰一样啊，根系里边的水分，它反倒流到土里边，造成根系干瘪腐烂。植物死亡。有些人说，哎，是不是不能用这种肥？不是啊，咱们合理的去解决，这个也是植物烂根的其中一个原因啊。比如说我养的花，养着啊，养了半年了，突然死了，你就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是不是平时肥料用太多了啊？解决方法第一个，咱们间隔20天1个月左右啊，把你家这些植物拿到你家卫生间啊，咱们大水去冲一冲。是吧？让盆底哗哗的淌水这种，把这个盐给排掉一部分。第二种解决方法就是咱们根据植物的长势去给植物进行无机肥的施用。土壤当中的这些盐啊，主要靠植物根系的吸收，所以说植物长势偏旺的时候，它对这个养分的需求更大，吸收的更多，是吧？这时候咱们可以加大这个供肥量。相反的话，植物长势弱、长势慢，咱们无机盐的一些肥料要减少，或者是给它停掉啊。植物长势上来以后，咱们再加这种肥料。哎，有些人缓释肥、复合肥、水溶肥，夸夸往里干，是不是风险很高啊？第三种情况就是咱们平时可以多用一些有机肥。土壤有机质含量多了，微生物活跃的话，微生物它在存活、繁殖、分泌的时候啊，它会把土壤当中的各种盐啊，它给分解一部分，螯合一部分，帮助植物进行一个2次的一个吸收，这样就减少了盐的一个沉淀，从而达到这个土壤它比较健康、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减少盐分的一个积累，让土壤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去长根、去生根。这个就是我经常推荐给你们用这个生物有机肥的另外一个作用啊，这些作用你是看不见的啊，但是它真实存在的，这样你植物烂根的风险就小很多，土壤环境好，植物长势更旺。别忘了点赞关注啊！